嫦娥，李商隐，唐代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原文解析：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诗，通过中国传统神话嫦娥的故事，表达了对孤独、悔恨和思念的深刻感悟。嫦娥的悔恨或许是诗人当时自己状况，也可能暗喻其仕途失意或人生孤寂。整首诗运用了典型的含蓄手法，情感深沉，意境悠远。首句云母屏风烛影深，描绘了深夜的景象。云母屏风后烛光摇曳，光影交错，渲染出一种静谧而幽深的氛围。次句长河渐落晓星沉，大河随着星辰也慢慢隐去，渐渐黯然，表现了夜晚即将消逝的时刻，也暗示时间的流逝。三句嫦娥应悔偷灵药，诗人借嫦娥的视角设想，她或许会后悔当初偷吃仙丹，独自留在广寒宫中，承受无尽的孤寂。末句碧海青天夜夜心，辽阔的碧海与青天之下，嫦娥夜夜思念，内心充满哀愁。这里既可以理解为嫦娥的心境，也可以是诗人自身的映射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繁华都市的夜空高楼耸立，霓虹灯映照着夜空，也照着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匆匆中透着疏离感。林然身着深咖色风衣，站在阳台上，冷风吹起他的长发，表情落寞。28岁的林然，5年前离开家乡，来到大城市，追逐事业与梦想。岁月带给他成长和成就，但渐渐的，也让他感受到孤独与遗憾。他看着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嘴角微微下垂，眼中没有光彩。他曾渴望站在这里，然而现在的他真的快乐吗？云母屏风烛影深，宽敞冷清的公寓，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亮着，就像此刻的林然。林然换上宽松的家居服，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捧着不知什么时候已没有热气的咖啡，神情黯然。手机响起，他来到书桌旁，拿起手机，是妈妈发来的信息：然然，最近好吗？回家看看吧。他犹豫着，没有回复，心中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嫦娥应悔偷灵药。他是否也像嫦娥一样，追逐远方却换来了孤独？清晨的阳光洒进窗户，桌上相框里的照片映入眼帘，那是林然与周恒，他俩穿着洁白的衬衫，并肩坐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，笑容纯真。林然拿着相框站在窗前，眼神复杂，嘴唇微微颤动，仿佛想起什么却又压抑着。过去的一切真的离他那么远了吗？大学午后的校园，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光影，风吹动书页沙沙作响。林然和周航穿着白衬衫，背对背坐在操场边看书，嘴角带笑，眼里是青春的光亮。那时的林然相信时间会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5年前，高铁站人潮涌动，广播声不断提醒即将出发的旅客。一头短发的林然身穿米色风衣，拖着行李箱，周航站在他对面，眼里充满不舍。林然也强忍情绪，微笑道别，却不敢看他的眼睛。那时的他以为离开是对的，毕竟梦想比感情重要，不是吗？高铁载着梦想飞奔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家乡，林然眼里充满不舍。他强忍情绪，他也不敢确定，不舍的只是家乡吗？写字楼办公区，林然坐在电脑旁，屏幕上的数据还在不停闪烁，窗外的万家灯火悄然点亮，夜已渐深。林然疲惫地揉着眉心，走出钢筋的城堡，走进水泥的丛林。林然孤独地走在深夜的城市马路上，看着自己被路灯拉长的身影，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开心的笑过了。这5年，他通过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可为什么心里依旧觉得空落落的？深夜的地铁车厢，乘客寥寥无几，车窗倒映着林然疲惫的面孔。他双手抱臂靠在座位上，头轻轻靠在玻璃上，眼神空洞，疲惫中带着一丝迷茫。即便身处繁华，内心依旧孤独无依，不由得默默说着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回到家，林然打开手机，
漫无目的地翻阅着信息，刷到周航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那是3年前他的最后一条信息。你还好吗？他轻轻滑动屏幕，手指停留在对话框上。如果当初没有离开，自己会不会更幸福？他咬了咬唇，最终还是没有打出任何字。长河渐落晓星沉，夜更深了，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晨曦微光洒进房间，暖色渐渐驱散黑暗，穿过窗透进房间，温暖而柔和。窗台的花度开了，林然穿着舒适宽松的针织衫，站在窗前，看着远方的天空。此刻的他目光坚定，嘴角浮现一抹释然的微笑。是的，他决定了，他要回家了。这一次高铁驶向的是故乡，车窗外是一片金色的田野。林然靠在窗边，手里捧一杯温热的茶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眼中多了几分温暖和安心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他终于明白这句诗的意境。真正的幸福并不在远方，而是心之所归。林然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，看到白发的妈妈站在人群中，一只手里拿着她最爱的糕点，另一只在向她招手，嘴里叫着然然，妈在这儿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林然快步走向妈妈，紧紧地抱住那略显娇小的身体，嘴角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。家的温暖从未改变。黄昏时分，美丽的夕阳映着街边小店的灯光，林然缓缓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感受着家乡的空气，嘴角带笑，目光柔和。夕阳下，小店的转角处，周航站在那里，目光温和地看着他。他停下脚步，轻轻一笑，向他走去。林然和周航牵着手，穿起大学校园的白衬衫，迎着晚霞，走向新的生活。他还在，他也还在，真好。林然曾以为远方是自由，如今才懂得，最温暖的地方始终是家。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